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5月22号，星期五。今天纽约市的死亡人数是20205人，确诊人数是20.456人，死亡率是10.07%，已经下降了。纽约州的死亡人数是27934人，确诊人数是361581人，死亡率是7.72%。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94949人。确诊人数是1608184人，死亡率是5.90%。今天的市场恐惧指数还维持在30以下，原油是33块9毛1一桶，那么黄金呢还维持在1726美金1盎司。那么今天的这个小麦还有米的变化都不很大，而且今天的牛肉和瘦肉猪的比例维持正常。今天的人民币对美金的兑换率是7块1毛3兑1美元，目前面临着随时突破的可能性。那么我们知道啊，美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川普他上任以来最大的政治本钱，但是现在呢，就莫名其妙变成了他的政治负债。那么根据最新的一个报告这是从牛津经济研究院发布的，叫做全国选举模型显示，如果经济不迅速恢复的话，那么川普的话很可能要大败。比例呢，他会以35%对65%输掉选举。那么现在呢，经济问题是川普在未来到11月份的时候根本就无法逾越的一个障碍。他们呢建立了一个全国的大选模型，它是假设今年的秋天，如果经济还是处于不景气的状态，那么人均收入比前一年下降了，已经降了6%。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预测川普可能会以210票对328票的选举人团他的票来输掉整个大选。那么艾奥瓦州、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宾州、俄州、密苏里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这7个摇摆州也可能会转向民主党，那么从而影响基于经济情况来决定投票对象的选民的意向。那么这个牛津经济学院的选举模型从1948年以来，它除了1968年不准、1976年不准以外，每次都能准确地预测到投票的结果。那么，并且完全印证了从1980年以来到现在的选举人投票的结果。正常时期我们说这种总统的预测模式是有效的，但是由于现在正处于一种不正常时期，所以很可能我认为会影响这个选举的准确度。在这段时间内，谁也没有想到，6个月前还没有人料到美国失业率会达到20%，GDP 会下降40%。那么一过半年，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有一个最重要的考量现在是说，到底是华为能不能靠着中芯能打败台积电呢？先确认两个词，一个纳米和奈米没区别晶片和晶片也是一样的，一种是中国的用法，一种是台湾的用法。那么根据美国 CNBC 的报道他说华为呢，它现在持续分散它的供应链，它希望让中芯呢生产最新14纳米的技术。但是呢，根据现在这个市场的这个技术的方向来确定那么台积电呢，它已经能够生产7纳米的芯片了，已经能生产2年了。那么中芯呢，它什么时候能够生产7纳米的芯片还是一个未知数。那么现在到底中芯国际能不能取代台积电的这个角色呢？那么华为是不是极有可能在被逼迫的情况下呢进行产业重组呢？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中国国家它投放了资金，集中精力就来攻破7纳米，但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还需要花好几年甚至10几年来研发这个光刻机的技术？那么这种最头疼的情况就是，从最悲观的角度来说，以后高端产品你除了你买进来的，你很难中国再有出口了，因为
中国的企业它要活下去啊，只能靠着国内市场的支持和国家资金的不断砸，这只相当于这么10几年啊是来补课的。那么中芯国际啊，它和台积电是一样的，都大量使用了美国半导体设备厂的设备，因此也在川普新规的限制之内。这意味着中芯国际如果继续用美国设备为华为代工芯片，也会受到美国的制裁。那么美国的革新解散了中国工厂，它要回流本土。那么近日呢，它正式宣布位于成都的工厂成都革新停工停业，裁撤所有员工。那美国的革新呢，是2017年5月份，它其实宣布了在成都兴建12寸逻辑器件的芯片厂，投资100亿美元。但是呢，1年后，它宣布成都的工厂暂停招聘，并且取消了对成熟工艺技术的原项目的一期投资。那么美国革新，他当时向《华尔街日报》透露说，那么革新、英特尔和台积电等半导体的制造商正在与川普政府商讨在美国本土新建尖端工厂的事宜。那么美国政府此举旨在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那么现在呢，华盛顿希望提供250亿美金的资金，来给那些自动的把生产线撤回自家或者专门生产必需品的企业，确保美国的供应链的下游的产品都能在美国的国内生产。那么我们知道2019年的时候，中国制造产品约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8%。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那么共和民主两党都在制定相关的法案。那么上周五，这个台积电我们知道突然宣布要投资120亿美元，要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建立该个公司首个海外生产基地。当时不少人认为这是台积电的缓兵之计，当时我也认为它可能是两头想通吃。但是问题在于，华为是台积电的第2大客户，失去华为，原来以为对台积电是损失巨大，没想到呢，美国商务部它随即宣布了禁止任何使用美国设备和技术的各国公司，在未获得美国许可的情况下，向华为提供半导体技术产品。美国宣布将给华为的这个临时许可暂时延长3个月，但是警告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那么美国对华为的打压是开始于去年的5月份，指控华为违反了美国禁令，想向伊朗和朝鲜提供敏感技术和设备。根据出口安全管制法案，美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而中兴呢，立刻认错认罚，它从中国和国际的视野中消失了。现在我们听不到中兴的声音了。但是华为是反击，他在德州呢要反告美国政府，认为美国政府以不实事实为根据，针对华为采取行动，侵犯了华为的权益。那么川普的报复就来了，美国开始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提供手机芯片，并且试图说服欧盟国家把华为技术和产品排除在西方的 5G 之外。那么现在华为如何应对当前的局势呢？首先我们知道你应该明白华为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华为呢，它不只是一个中国的企业，华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超出了中石油、中粮这样关系到国之根本的央企。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华为根本就不在谈判之列，也就是说，中国它必须全力保华为。那华为的重要性呢，从2个方面来看。第一，华为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引擎。我们知道中国已经是世界的制造大国了，但是中国经济必须进行技术升级，从劳动力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华为 5G 是中国少数具有技术优势的领域。第二，华为是中国进军全世界、扩大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3剑客之一。那么如果西方各国采用华为标准和技术发展 5G，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政治经济、国防安全等问题上就会依赖于中国。但不幸的是，从去年开始，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武汉肺炎病毒的影响，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国民对中国的好感直线下降。我们知道中国来影响世界的3剑客是什么呢？就是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文化渗透，以千人计划为代表的人才争夺，和以华为 5G 为代表的技术控制。
所以美国使出了程咬金的三板斧，他取缔孔子学院，限制中国媒体，调查千人计划，打击商业间谍，全面封杀华为。现在华为的问题不再是非法提供敏感技术给伊朗，不再是打压中国企业，是美国对华政策战略性转变中最重要的一环了。那么美国对于华为的出口禁令势必影响美国很多的高科技公司。那么美国乡村电信网络部分呢，很多采用了华为，多数呢本身美国总体的设计就是要对华为进行无底线的制裁。当然华为采取了3样措施，我们就知道，第一，利用美国来抵抗美国，华为在宣传上来低调，但是花巨资雇佣了美国在法律、外贸、出口管制等领域的4家著名的游说公司来影响国会。第二，华为呢又囤积美国芯片，把原来的半年存货扩大到2年。第三呢，华为又投入巨资来研发自己的芯片。但是目前的局势看啊，中美关系改善的可能性极小，自主研发国产芯片对于华为的生存可以说是至关重要。但是华为有能力吗？我们知道美国占据了世界半导体技术的主导地位，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现状。目前芯片加工生产的3大厂家就是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那么华为宣布开发成功，拥有自己知识产权的麒麟芯片可以不依赖美国，这我假设是事实，是一大进步。但是有2个问题。第一，华为开发的芯片需要有人给华为生产啊，华为它根本就没有自己生产芯片的能力。目前华为的芯片都是台积电代工的，而台积电生产芯片需要美国的技术。在出口禁令中，美国商务部本身就规定了啊，它这个使用美国技术的成分呢，不许超过25%，现在呢降为10%。那么现在呢，华为如果没有能力生产自己所谓研发的芯片，那研发出来的这个芯片又有什么意义呢？根据这个新规定呢，这个台积电啊，在未来很可能无法再为华为生产任何芯片了。第2个问题，华为是有能力生产芯片，但是这个设计生产这个芯片呢，它的设计使用的软件技术平台受到美国控制。打个比方，微信是中国开发的，但这个软件呢，但你手机上是以苹果公司的 iOS 操作系统为基础。如果没有美国设计软件这个平台，未来华为芯片如何升级换代？而我们假设华为的备胎是中芯国际，可是无论中芯国际如何吹牛皮，熟知中国芯片开发的人都知道国产芯片的很惨的道路。我们记得汉芯嘛，是几个骗子买来摩托罗拉的芯片，雇佣了几个民工，打磨掉原来的商标，号称骗了中国几个亿。目前中芯国际声称可以生产华为所需的14纳米芯片，但是它并没有大规模生产的能力。比如说台积电啊，它可以年产1200万，中芯国际呢超不过几万，根本就无法满足华为的需求。那么当得知了美国商务部新规定以后呢，华为向台积电追加7亿美元的订单。但是台积电的最大股东是谁啊？美国基金。第2大股东是谁呢？台湾行政院基金。所以中国政府当然知道华为面临的问题，那么中国呢是注资20亿美元给中芯国际，来加快中芯国际发展能力。但是高端芯片啊，不是一个技术啊，而是一个产业，是一个集资金和技术高度密集的产业。所以说台积电啊，它可以说是集中了台湾之力，苦心多年发展的结果。而中芯国际呢，这几年一直在从台积电来挖人才、挖技术，但是要赶上台积电太难了。现在台积电已经能够攻克3纳米的芯片技术难关了，5纳米都已经进入量化生产了，而中芯国际至少还有5年以上的差距。而且台积电在这个领域里有50%的专利，三星有19%的专利，中芯国际只有5%的专利。
那么中芯国际怎么能趟出一条自己的路呢？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中国一直以来的这个软肋就是材料精加工，这严重限制了中国在各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它根本的技术开发缺乏完整的体系。中国对于急需的少数领域，经常采用所谓的什么攻关策略，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但是后患无穷啊。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多年来满足于别人的技术上拼凑，急功近利的政策使整个国家在技术发展上后继无力。所以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一个经济大国，但根本就不是一个技术大国。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在根本上扭转，那么华为也许就跟当年什么朱建华跳高、刘翔跨栏一样，闪亮一时，值得骄傲，无法改变国家的落后局面。川普虽然拍不死华为，因为华为后面有中国，但是华为的前景不乐观，因为中国的技术根本就无法支撑华为的发展。近日，美国的太空网站报告啊，这个 X-37B 啊，以前我也谈过啊，前几期谈过，它转为军用，它是甚至有很大的能力啊，它可以直接捕捉敌方的卫星，把它完好无损的收到载荷舱，并且带回地面。那么现在美国太空军成功完成了 X-37B 的空天飞机的第6次飞行任务，那么刚刚又发射上去，它不光可以抓到敌方的卫星啊，那么现在呢，还可以使用所谓的更新的技术啊，来干扰、扰乱，并且它可以随时灵活的变轨。那么相比于体型庞大的航天飞机，这个 X-37B 使用的叫做阿特拉斯系列的火箭运力相对较小，它的成本就低。而美国呢，目前主要分为 SpaceX 公司主导的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和 ULA 主导的空天飞机两种方案。那么 SpaceX 的重型猎鹰火箭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功。那么现在这种项目呢，在冷战结束以后呢，根据美国的加速投入，随着它的太空军的发展，很多的研究技术又重新被启用。从技术上来说啊，这个 X-37B 啊，今天再谈一次啊，是使用了更多的自动化操作系统，这使得其需要的支持相比于航天飞机要少得多。虽然 X-37B 当下被设计用来搭载载荷进入太空，但是未来啊，它其实就是为了进行军事化改造用的。那么它不光有和航天飞机一样的轨道与机动能力，而且呢，它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中断反导弹的能力，同时呢，也可以让卫星的歼击机在一定程度下无法对它进行攻击。而且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直接飞到外太空，把你家的卫星给它抓回来，拿回地球。所以这种 X-37B 啊，几乎是属于远超过战术性能的武器，而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兼具了战术和战略功能的双重的重要的武器。而且目前 X-37B 啊，很可能已经研发了部分类似于此的这种设计结构，是通过模块化的设备，只需要临时完成安装特定的模块，就可以投入反卫星的作战。那么它呢，不光可以灵活的捕捉卫星，还可以随时捕捉不同重量、不同尺寸的卫星。一般而言，我们知道啊，一个理性的商人，他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都会考虑到成本。那么在达成所愿的前提下，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其次才是效能，哪一种方式投入最小，回报最快，获取的利益最大，可能遭遇的风险最小，那么商人一定会做。那么其实这个我们知道啊，没有人啊会在自己的国土上投毒，即使全球哀鸿遍野，那也就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以后啊，我们看到中美两家有可能啊会发生所谓的热战。当然我们当下可以排除爆发热战的可能性，
无论是南海也好，东海也好，这丝毫谈不上是战争的风险。但是最头疼的问题是在5月21号的时候，这个美国参议院它通过了中国公司监督法案和中概股法案。我们还记得瑞幸咖啡吗？这2天又恢复交易了，股价现在已经跌到2块钱了，实在是很恐怖。那么它上市了还不如不上市，复牌了还不如不复牌。那么华为和所有中概股自身有没有问题呢？或者是美国判定它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当下统统先暂时放在一边。那么对于美国而言，美国为什么要进攻华为呢？因为它第一，既消除了可能的安全隐患，又为美国的电信设备提供了一个市场容量。那么它又对着中概股袭击呢，它又健康了美国股市的机体。所以真正美国它是总体考量的，又袭击中概股，又袭击华为。也就是说，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对中国可能形成的这种压力得到解脱。华为我们知道，它和它的附属公司一年获取的外汇高达几千亿美元，而中概股在上市也是来吸美国的钱。那么无论美国的出发点是什么，他们其实这2点攻击华为、攻击中国概念股，就是为了限制中国获取美元的能力。所以对于中国方面而言，现在要买原油、买粮食、买食品、买医疗器械、坐高铁、做航空业、电子元件，都需要花美金，都需要花外汇。但是现在获取外汇的能力已经受到了致命的限制。也就是说，美国已经采取了一个成本最小，但又事实上可以给中国庞大的压力的策略。那么它直接袭击中国盈利最高的企业，让它拿不到美元；它直接袭击中国概念股，让它没法从美国的股市上获得投资人的美元。所以我们不要专注于美国做了什么，要主要看美国他做了什么，背后他还想做什么。那么我们知道，外交部天天在战狼大声喊叫，天天在跟美国，甚至跟川普，甚至跟美国的政府官员来怼，这种行为实在太危险了。你要知道，你们的其中的一个人已经在制裁名单上了，那么你还希望更多的人被放在制裁名单上吗？放在制裁名单上就意味着你几乎和你的家人不会再拿到美国的签证了，你和你的家人再也不会在美国的银行有存款了。换句话说，你再没有机会获得更多的美元了。那么所谓的发言人的工作只不过就是一份工作，你丢了工作对你来说是灭顶之灾。那么川普最讨厌别人和他怼，那么我们知道最终的结果就是你所谓的发言人会被放弃掉，会被惩戒掉。那么这又划算吗？请记住，外交部发言人只是一份工作。派 TV， 我们明天见，欢迎订阅。